很多台湾人对于法轮功的印象应该是那些在热闹的街头举着旗帜抗议中共暴政的身影。那到底法轮功是什么？为什么会被中国政府打压呢？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聊聊法轮功吧。Hello， 大家好，我是志祺。法轮功对于很多的台湾人来说，应该都是一个既熟悉又陌生的存在。很多人对他们的第一印象，就是在台湾的各大景点呢，像是101啊、西门町附近，都可以看到他们举着标语控诉中共暴行。有的时候也会看到法轮功的学员在广场或是公园之类的地方一起打坐练功。但可能有很多人其实不太清楚法轮功是在干嘛的，跟中国政府之间到底有怎样恩怨。那今天这一集是我们频道会员学员池选出来的题目，我们会跟大家介绍法轮功是怎么样子的组织，为什么会被中国政府打压，而中国政府又到底对他们做了些什么。在开讨论之前，按照惯例先进一段工商服务时间。你想买房或租房却不知道应该从哪里下手吗？房地产术语都超级复杂，害怕自己一不小心就变成肥羊吗？今天要介绍的超实用买房秘技相课程是由具备多年产销经验的35线上赏屋主持人 Ted 带领，搭配9man从房产小白的角度切入提问，带领大家深入浅出的了解房地产知识。课程内容非常丰富，像是如何挑选适合自己的物件、破解卖方的话术、合约关键，甚至装潢与风水等等。针对租屋族呢，也有遇到法律纠纷该如何自保的介绍。不论你目前对于房地产的需求是什么，都能够在这堂课当中学到很多有帮助的资讯。懂越多，选择就越多。现在就点击资讯栏的连结，了解更多的房地产知识啦。法轮功是在90年代左右由中国东北人李洪志开班授课的一种气功修炼法。他宣扬的这个核心理念呢是真善忍，主要会透过5套功法和冥想来修炼。那虽然法轮功自称不是宗教，说他们没有提倡任何神，也不会固定聚集在教堂啊、寺庙之类的场所，但外界多半还是认为法轮功呢算是一种新兴的宗教，或至少带有一定的宗教色彩。因为法轮功的理念跟修炼方式包含了像是佛啊、道教等等的宗教元素，而且很注重精神层面的追求，还有一套难以用科学解释的玄妙世界观。比如所谓的法轮呢，是一种灵性的旋转的高能量物质体等等。另外，法轮功学员很推崇创始人李洪志整个法轮功都是以他的著作《转法轮》作为核心的指引，甚至学员间呢也会流传他的各种神迹，像是说了他治好了不能走路的病人之类的。但还有最后一点是，法轮功是一个有着强大凝聚力跟行动力的社群，常常举办各种的活动，而且学员遍布世界各地。根据法轮功的官网目前全球呢有超过90个国家都有法轮功的修炼点，包含台湾呢就有600多个修炼点。而且在90年代呢，法轮功在中国其实也发展得非常的旺盛。法轮功在中国创立之后，很快就流传到了各个省市自治区从都市到农村都有法轮功的学员，就连在中共的内部都有不少人公开的修炼法轮功。而李洪志的《转法轮》也是当时中国的畅销书。根据中国官方1999年的统计，当时法轮功学员的人数可能高达了7000万人，比中共的党员还要再更多。而法轮功之所以会这么的兴盛，跟中国890年代的气功热有关。在文化大革命之后呢，中国的传统文化还有信仰几乎流失殆尽，再加上当时中国的医疗相对落后，大众对于身心灵的照顾有很高的需求，因此1978年改革开放松绑了对于文化还有宗教的限制之后，强调修身养性的这个气功运动就开始广为流行。而且当时的中国政府也认为气功有益国民健康，所以呢对这股热潮也是持正面支持的态度。而在众多的气功流派当中，法轮功因为简单易学，所以吸引了非常多的人修炼。但随着学员的人数不断的暴增，政府高层态度也开始有了转变。随着气功热越来越旺盛，政府的态度也从支持转向猜忌。从90年代中期开始，就陆续的收紧对于气功团体的限制，像是在1996年禁止公开销售转法轮之后，官媒也发表了一些批评法轮功的文章。但这时中国政府还没有正式禁止法轮功活动。关键的转折是1999年4月25号的上访事件。当天呢，有大约1万名的法轮功学员聚集在北京的国家信访局外面，要求停止打压、抹黑法轮功。那虽然在时任总理朱镕基的出面调停之下呢，当天的活动是和平收场。但不久之后，时任总书记江泽民就下令要求中央和各个省市政府成立专门取缔法轮功的办公室610办公室，并且正式的将法轮功定义为非法邪教。之后，政府开始大量的逮捕法轮功学员，同时也透过官媒跟教育体系呼吁大众抵制法轮功这类的邪
教组织，并且加强过滤和封锁有关法轮功的资讯。根据《华尔街日报》等等的西方媒体还有人权机构搜集到的受害者证词，自1999年以来，法轮功的学员们在被捕入狱之后，甚至遭受到了酷刑还有强制劳动，也被迫接受思想转化。此外，也有些机构指控中国政府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的器官。《纽约时报》引述的人权团体指出，在1999年到2009年的10年之间，就有上万名学员入狱，至少2000人丧生。而根据非营利组织自由之家2017年的调查报告，这种对于法轮功的打压依然没有缓解的迹象。根据中国官方的说法，之所以要严打法轮功，是因为他们已经发展成了有害人民身心健康的邪教。不过，外界的中国议题学者普遍认为，真正的原因是因为他们担心法轮功会威胁到政府的统治，而这种威胁呢，又可以分成3个面向。首先呢，是在思想上面，因为共产党主张无神论、唯物主义，所以虽然这个中国的宪法保障宗教自由，但还是会严格的控制宗教活动。而法轮功这样子一个带有宗教色彩的非官方团体，就被认为在意识形态上面对于中共构成的威胁。第二是在群众基础上面的威胁法轮功的学员人数众多，遍及中国各地，而且非常的活跃，影响力还有动员力都相当的强大。尤其在425事件中呢，不仅有上万人的参与，而且地点呢就在中共最高领导层所在的中南海附近，更是挑动了政府的敏感神经。分析指出呢，中国政府为了维持统治的稳定，就必须要杜绝这种建制外的大型组织存在。用中国的官方说法来说的话呢，就是不能够让法轮功与中国共产党争夺群众。那第3则可能威胁到江泽民的个人政治利益。根据 CNN 的报道，江泽民很早就主张要限制打压法轮功，但是中共高层内部呢却有不同的意见。时任总理朱镕基还有江泽民的接班人胡锦涛等等，最初其实都主张对于法轮功采取温和手段。因此，很多学者认为江泽民选择铁腕打压法轮功，可能就是为了巩固并加强自己在党中央的权力。不过，在江泽民的铁腕打压之下，中国的法轮功学员还是想方设法反抗，试图在这个状况之下继续的活动。在政府定调法轮功为非法邪教之后呢，许多的学员们还是持续的向政府请愿、公开抗议，要求还他们合法的地位，但因此不断的有人遭到逮捕。华尔街日报2000年的报道显示当时每天都还有几十名法轮功学员在抗议活动当中被捕。直到2001年初，中国官媒报道呢，有5名法轮功学员在天安门广场的抗议中点火自焚。那虽然法轮功大力的否认说整起事件都是中国政府自导自演，想要让大众对于法轮功产生负面的印象，但是在这起事件之后，社会舆论风气就开始大量的转向批评法轮功，而学员们呢也因此渐渐的停止公开活动，改把重心放在对抗政府的资讯封锁。根据法轮功的说法他们大概从2001年底就开始发起向民众讲真相的活动，学员们呢会在隐秘的地点制作传单还有 DVD， 在挨家挨户的发送。2002年，几名法轮功学员又设法在长春市的这个电视频道上面插播批评政府迫害法轮功的影片，将近50分钟的时间。但这个举动呢，也引来了这个当局的强力镇压。后来，法轮功学员们变得越来越低调。几年下来呢，法轮功在中国的活动渐渐的都销声匿迹了。相反的，中国境外的法轮功社群则是越来越活跃。法轮功在中国崛起不久之后呢，就开始传播到其他的国家了。而后来，因为中国政府的打压，又陆续有一些学员以移民政治庇护等等的方式移居海外，包含了创办人李洪志也在1998年移民美国。那这些分散在世界各地的法轮功社群就采取了各式各样的行动，继续对抗中国政府。比如，有些学员试图诉诸法律，试图在当地控告中国官员犯下反人类罪还有酷刑罪。另外一个更主要的活动呢，是实体示威跟宣传。在世界各地的法轮功学员会在街头上面立起印有惊悚图像跟标语的看板，或者是发放传单，又或是以短剧的方式控诉中国政府暴力迫害法轮功。而且在中国官员出访海外的时候，当地的法轮功学员也会到场抗议。比如习近平历年出访的公开行程当中，几乎都少不了法轮功学员的抗议声。在实体活动之外呢，法轮功也非常积极的运用媒体宣传。早在2000年代的初期就陆续出现大纪元时报新唐人电视台等等的法轮功相关媒体。那虽然他们都自称是独立的非营利组织但是就主要捐款支持者还有报道内容看起来，这些媒体都跟法轮功有着非常密切的关联。从创立以来这些媒体的内容呢，就多半是在反击中国的政治宣传，报道中国对于法轮功的迫害或者是其他的人权问题。那海外的法轮功做了这么多的事情，在控诉中国政府，国际社会又是怎么样反应呢？
国际社会对于法轮功的看法其实蛮复杂多元的哦，既有支持跟同情，也有怀疑跟批评的声音。在法轮功的遭遇经由大型媒体机构披露之后呢，法轮功在国际社会之间获得了不少的同情跟声援，包含了美国、台湾在内，很多国家呢有了提供中国籍法轮功学员政治庇护，也有不少的政治人物呢会针对法轮功的经历公开批评中国不尊重人权跟宗教自由。那当然，同时也有一些人担心，如果跟法轮功走得太近，会触怒中国当局，造成外交上面的摩擦跟冲突。而此外呢，也有一些人对于法轮功不太信任，认为他们的行动过于偏激，控诉中国政府的方式也往往过于浮夸。像是《纽约时报》就曾经发布报道，批评大纪元时常刊登一些内容耸动、消息来源又不明确、难以核实的报道，而质疑他们的内容客观性还有真实性。我们觉得这次法轮功在中国被打压的状况呢，其实反映出的是中国更广泛的宗教自由问题。在查资料的时候，我们就看到，除了法轮功之外，还有很多其他宗教团体也遭到了类似的打压。像是基督教呢，也是在改革开放之后再度的恢复活动，然后也同样是在1990年代末开始被政府大力的打压。那自从那之后呢，就陆续的有许多非官方的小型地下教会成员被捕，而且原本专门处理法轮功问题的610号办公室，其实在成立1年之后，处理的对象就扩大到了其他官方定义的有害宗教跟气功团体。那虽然610号办公室已经在2018年被裁并了，但同年呢，习近平也下令要让宗教中国化更党性。现在呢，中国台面上面的宗教几乎都受到官方的掌控，像少林寺等等的佛寺呢，住持或方丈的人选就要经过官方认可，而四方呢还纷纷升起5星旗来展现爱国心。那么觉得这说到底还是因为信仰的力量真的很大，而对于中共来说呢，凡是有这种影响力的组织或者人物，都有可能对他们的统治造成影响或威胁，所以才会想办法去钳制啊、打压这些力量，又或者是把他们收编到官方的体系之下，让宗教也为党服务。那在这个脉络之下呢，也就可以理解为什么有一些人会认为中国的宗教活动本质上都应该被视为是中国的大外宣的一环了。好的，那最后呢，还是回到这次的主题哦，想来问大家，你原本对于法轮功有什么样的印象呢？大概知道他们有被中国打压，但不知道前因后果原来这么的复杂，比感觉他们到处都是，而且有点偏激，其实没有什么好感，所以他们是在中国暴政之下的受害者，应该为他们伸张正义。提起他，请留言告诉我们吧。最后，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欢迎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法轮功的故事。此外呢，也可以累积这个地方看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及更多的左边领区的影片哦。那么今天的这一期就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就明晚再见喽。